新风速来五雷正法，落风刃和落雷轰向女尸，兄弟二人被震飞出去。呼，所谓的半步天灾也不过如此。鬼婴呢？你们看到鬼婴了吗？一只漆黑的鬼手从谢文武肚子里伸出，鬼婴从谢文武肚子里爬出。大笑哥，一只干枯的手从谢双全背后刺穿了他的胸膛，手里还握着一颗跳动的心脏。兄弟二人同时倒地，钟小雅对着鬼婴扣动扳机，子弹轰在鬼婴肚子上，炸开一个大洞，钟小雅被震飞掉下高楼。钟小雅打中了，副队死杀受伤了，他要暴走。沈斌走出法阵，察觉到了吗？在你们的鬼域里，我才是最大的威胁。地面开裂，数只干枯的手从地下伸出，抓住沈斌的腿。黑暗的迷雾中，一个个人影缓缓出现，其中有刚被杀死的谢文武和谢双全。也好，正好可以试试新药。第7代新药一直不被批准人体实验，我自己试药，总没人能说什么吧？他将针管直接刺进了脖子。来，战！沈斌甩开腿上的尸首，冲入尸群中。哈哈，也不过如此。字幕失煞，给老子滚出来！队长，副队都嗑药拼命了，你到底在哪？你能听到吗？鬼域外高楼，苏正峰站在高楼边缘，看向远方，双手握拳。沈斌，你这个疯子，我必须等你把那个神秘人引出来。我们到了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队长失联，副队嗑了药，正在与子母尸煞交战。钟小爱，你们快来支援！明白。面包车内，钟小爱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叠成三角形的黄符，丢给庄必凡。这是护身符，本想等老鬼醒了，给你们一人一个的，现在看来来不及了。庄必凡点点头。到了。我叫庄必凡，是一位漫画家。直到前几天，我看到一起碎尸杀人案，我发现凶手竟然是我漫画中的鬼。警局里，杨警官，你相信世界上有鬼吗？正在做笔录的老杨愣了一下。幸福花园灭门案，一家7口密室碎尸，凶器上只有他们自己的指纹，这案子到底怎么查？老杨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资料。小伙子，我们最近很忙的，要不是你说有灭门案的线索，我根本没空见你。凶手叫阿洛。谁是阿洛？庄必凡拿出一沓画纸，这是我画的漫画，叫《雨夜杀人鬼》。漫画里杀人的鬼就叫阿洛。等会儿，你的意思是你漫画里的鬼跑出来杀了人？没错，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杀人手法和我漫画里的简直如出一辙。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要开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。杨警官，你想想，除了鬼，还有谁能在密室杀人，并且不留下任何线索？警局会议室门口，一个年轻警察迎上老杨。队长，你来了！突然通知开会，啥情况？说是省城那边派了个专案组过来，专门处理咱们阳城最近这些诡异案子。专案组？好像叫什么鬼案组，咱们局长都亲自去迎接了。庄必凡的家，庄必凡推开门，一个中年女人捧着生日蛋糕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满桌饭菜前。儿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小凡，今天可是你20岁生日，快来，你妈给你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。最近太乱了，连我自己的生日都忘了。庄必凡坐到餐桌前，咋了？愁眉苦脸的？没啥，就是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。最近各地命案多，你没事少出门。行了，快吃饭吧。庄必凡吃了一点。爸妈，我吃饱了。转身进了卧室，母亲看着他的背影，摇了摇头。庄必凡回到卧室，打开电脑。晚上，警方咋说的？信了吗？怎么可能信？你是不是压力太大，出现幻觉了？打字回复消息。回来了，果然不信。要不哥们过去找你，带你洗脚按摩，放松一下。呵呵，这就是男人。庄必凡愣了一下，接着打字。先不说了，人快傻了。要不是我爸妈在家做好饭，我连自己生日都忘了。群里突然没人发消息，过了5分钟，突然一条消息弹出来。哥们，你别吓我，你不是孤儿吗？庄必凡浑身颤抖。对啊，我从小就是孤儿，哪来的爸妈？庄必凡的卧室。对啊，我从小就是孤儿，哪来的爸妈？庄必凡坐在电脑前，回头看向卧室门，浑身颤抖。经历过阿洛的事情，我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鬼，可他们为什么会来我家？庄必凡猛地起身，冲向衣柜，翻出了一本陈旧的草稿本。难道是你们？这是我画的第一部漫画，一对鬼夫妻伪装成独居者的亲人，然后把他们杀掉，因为没亮点被编辑拒稿了。就是小卡拉蜜馆，可就算是小卡拉蜜，出现在现实里也没背景、没性格、没动机，甚至连名字都没有。这让我怎么找规律活命？我当年怎么画了这么个玩意儿？卧室门被轻轻推开，母亲端了一盘苹果走进来。小凡，你刚才一点东西都没吃，吃点水果填一下肚子吧。来了。庄必凡挤出笑容，双手微微颤抖地接过果盘。谢谢妈。
你先别急着睡，爸爸妈妈给你一个惊喜。庄必凡手里的苹果啪的掉在地上。惊喜！漫画里这就是他们杀人的预告。母亲关上门离开，庄必凡背靠着门逃？不行，他们会立刻动手。报警，警察只会当我是疯子。等等，没有性格，没有背景。庄必凡猛地从地上站起。如果我给他们加上的。庄必凡冲回书桌前，拿起画笔和那本旧草稿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庄必凡在草稿上快速修改补充内容。你们有一个女儿，18岁生日那晚，为了一个叫阿洛的流氓和你们大吵一架。一个房间里，少女跑出家门。我才不要进场，我就要和阿洛在一起。那个阿洛就是个街溜子，你给我回来！河边放了一枚染血的发卡。庄必凡卧室，你们的女儿当晚被杀，碎尸河边。你们因为愧疚和悲痛，先后自杀，化作厉鬼，四处寻找凶手阿洛。庄必凡给漫画中的父亲左眼上画上了一道疤。王栋，你的左眼在厂里出过事故，是瞎的。我把你们和阿洛的故事串联到了一起，现在就看有没有用了。庄必凡的卧室，凌晨12点。庄必凡猛地回头，两张惨白的面孔正坐在他的床边，阴笑看着他。儿子，别怕，妈妈会轻一点的。庄必凡捂着脖子，身体飘在半空。我知道，阿洛在哪？王栋和赵海霞脸上的笑容消失，死死盯着庄必凡。你说什么？告诉我，那混蛋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成了，我改的设定奏效了，他就在阳城，杀了我，你们永远也别想找到他。赵海霞松手，庄必凡重重摔在地上。他在哪？前几天的幸福花园灭门案就是他干的，去那儿找。话音刚落，王栋和赵海霞瞬间消失，庄必凡瘫坐在地，昏睡了过去。庄必凡的家门口敲门声响起，庄必凡打开门。杨警官，怎么是你？老杨身后站着一个中年妇女。小庄，你们认识啊？见过。花婶，出什么事了？7号房那个9岁的女娃娃昨晚死在家里了，杨警官来问门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7号房的女孩，那个很有礼貌，总喊我哥哥的小丫头。昨晚你听到什么异常了吗？没有，我睡得很沉，什么都没听见。老杨点点头，收起本子。对了，你昨天说的是新来的专案组很感兴趣，要不是这边出了案子，他们一早就来找你了。杨警官，你相信我的话了？是专案组对你感兴趣，你在家等着，别乱跑，他们有话要问你。那专案组是干什么的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小区保安室监控屏幕前，一个年轻女孩打着哈欠，她身后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。钱财没丢，门锁完好，排除入室抢劫，可以定性为诡异案件。知道了。凌晨时分，八干街的房门自己打开了，走廊上空无一人。一个穿粉色睡衣的小女孩走了出来，对着空气说话：“通知分局立案吧，又多了一起诡异案件。”钟小爱和老鬼转身离开监控室。小区超市，钟小爱和老鬼正在向花婶询问：这些年他们家里就他奶奶，但前些年去世了，我还去随过份子呢。他和他奶奶关系怎么样？好得很，老太太最喜欢这个小孙女，那真是捧在手心都怕化了。钟小爱点点头。小爱，你怎么看？有点奇怪，按花婶的说法，老太太是寿终正寝，按理说不太可能化作诡异害人，更何况还是自己最疼的孙女。但监控显示，潜入室内的诡异极大可能是女孩熟悉的人。管他是谁，今晚加个班收了就行了。小区内，老杨走过来，看到钟小爱和老鬼。两位专员，我问了楼上楼下的住户，都说昨晚没听到任何动静。麻烦你了，杨警官，案子我们已经有头绪了。不麻烦，都是我的工作。需要抓捕嫌疑人吗？我们刑侦队的兄弟随时待命。没事，今晚我们会搞定的。你昨天说的那个人能联系上吗？正好现在有空，我想去见见他。说来也巧，那个叫庄必凡的小伙子就住这个小区，和被害者是同一栋楼。我刚才问话的时候刚见过他。既然都这么巧了，那就先去见见他吧。老杨在前面带路。果然，这个世界真的要变天了。庄必凡家，庄必凡坐在电脑前浏览网易贴吧。不只是阳城，全国各地都不太平，这些案子看起来都像是诡异感的。这个世界恐怕很快就要不一样了。敲门声响起，庄必凡看到门外的老杨以及他身后一男一女。杨警官，庄必凡，这两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专案组成员钟小爱、老鬼。你好，我叫钟小爱，阳城碎尸案专案队长。钟小爱转向老鬼和老杨：你们俩在外面稍等一会吧，我和他聊几句。
我不是普通警员，隶属于鬼案组第7分局17组的队长。鬼案组是什么组织？就是处理普通警员无法处理的诡异案件，就好比幸福花园4尸案的那只杀人鬼。原来国家早就有了应对部门，这才合理。杨警官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，你确定那只鬼是从你漫画里跑出来的？我确定。既然是你漫画里的鬼，那你作为原作者，应该比任何人都了解他。我需要知道他的性格特点、杀人手法以及杀人条件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比谁都了解他，不如让我帮你们一起抓住他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有什么目的？我想加入你们。为什么？你应该能想到，我们的工作每天都会和诡异打交道，很危险。为了夏国，为了人民，为了世界和平。少来这套虚的。我最近在看网上的帖子，发现全国各地的诡异案件越来越多了。我们这种普通人面对诡异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，加入你们说不定是一条活路。这小子倒是挺聪明，能猜到局面很快会失控。鬼案组不会轻易招人。当然，如果你肯帮忙抓住那只诡异，我倒是有权利给你一份外勤人员合同。临时工也行，只要能加入鬼案组，我就有机会搞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。我愿意。接下来我该做什么？在家等着，需要你的时候我会联系你。钟小爱转身离开，庄必凡坐在电脑前，一个群聊窗口疯狂闪动。兄弟们，好消息，岛国那边好像出大事了。啥好消息？富士山坍了，还是岛沉了？别卖关子了，有事快说。我表弟在岛国留学，说那边官方把所有住户家里的座机都给没收了，好像是前些日子死了好几千人，都是莫名其妙的死在了家里。死人没收座机，难道是？你们说会不会是贞子？不会吧，贞子也跟阿洛一样跑到现实世界了。就算是贞子，一下自杀几千人也太扯了。阿洛一次杀几个，贞子一次杀几千，差别在哪？是知名度。贞子是世界级的恐怖 IP， 我的阿洛只是个小众漫画角色。连贞子都出来了，那我啥时候能看见我作品里的女鬼？还有点小期待呢。少扯淡！要是咱们这也出现的家喻户晓的恐怖传说，我们能活下来吗？群里没有再谈消息，庄必凡看着屏幕发呆。被害女孩的家，房间漆黑，7根蜡烛被点燃，钟小爱在蜡烛之间拉上红线，挂上铃铛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别大意。好了，大概率只是一只幽级诡异小场面。诡异分6级：幽、恶、厉、天灾、传说、神话。幽级最弱，但愿他没判断错。红线上的铃铛突然剧烈摇晃起来，发出响声。来了！一道黑影猛地从窗外冲入，直扑钟小爱。小心！老鬼一把将钟小爱推开，自己被黑影狠狠撞飞，砸在墙上。钟小爱站稳身形，看清了那只诡异，一个全身青紫、满嘴獠牙的婴儿。这怨气不对，这不是幽级，是恶级。老鬼，没事吧？死不掉。死！鬼影手脚并用，在屋内墙壁上高速移动，几个闪身便出现在钟小爱背后。鬼影张开血红大口，朝着钟小爱的脖子咬去。太快了，躲不开！太快了，躲不开！一团黑发从老鬼的头顶长出，缠住鬼影，将他吊在半空。小鬼，我陪你玩。钟小爱趁机摸出一张符咒，贴在鬼婴的额头。天无忌，地无忌，阴阳无忌，百无禁忌，急急如律令。符咒自燃，火焰灼烧着鬼婴，冒出青烟。鬼婴体内爆发黑色怨气。小二，他要暴走了，拖不住了。鬼婴脱困，转身就朝窗户飞去，被一道亮起的金色符文狠狠弹回屋内。乖乖跟我走吧，你逃不掉的。就因为我杀了他，你们就要赶尽杀绝？他的人生原本应该是我的。你是他夭折的双胞胎哥哥，对吧？但这与我们无关，我们的工作是带你走。鬼婴冷哼一声，身体突然消失在原地。头呢？不好，这家伙穿到楼下去了。庄必凡家，庄必凡正站在厨房。只要抱紧鬼案组的大腿，应该就安全了。明天得主动联系那个钟小爱才行。庄必凡打了个哆嗦，猛地转身，看到2张阴笑的面孔，王栋和赵海霞。王栋和赵海霞化作2道黑影，冲进庄必凡的身体。庄必凡浑身一震，抬起自己的右手，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。糟了，我的手不听使唤。突然，天花板上出现一团黑影，冲进他的身体。王栋和赵海霞的鬼魂从庄必凡体内飞出去。得救了！不对，好像又有脏东西进来了。庄必凡站直身体，双眼泛着诡异的红光。既然在楼下也安排了人手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拦不拦得住我。庄必凡看了一眼王栋夫妇，直接冲了上去。哪来的疯子？怎么突然附在这小子身上，还对我们动手？哪来的野鬼？赵海霞扑了上去，3只鬼混战在一起，必须速战速决。
那两个家伙马上就要追下来了，不给我活路是吧？行，那我就拖着你们一起死。这家伙是疯子，老婆，快走！想走？没那么简单。无数黑色怨气从庄必凡体内喷涌而出，将整个屋子吞噬。鬼域，鬼域，不对，这家伙要是真有鬼域，哪会跟我们缠斗这么久？没错，这只是他释放所有怨气制造的假象。老婆，跟他拼了！好，来吧，战！钟小爱和老鬼来到，庄必凡昏迷在地上，他身边还躺着3只鬼翼。怎么回事？又冒出来2只恶极诡异？管他的，到手的功劳不要白不要。钟小爱迅速拿出特制的玻璃瓶，将鬼翼收了进去。这小子情况不太妙，他的状况和我们遇鬼者第一次使用诡异之力有些相似。钟小爱取出一个特制铃铛，在庄必凡耳边轻轻摇晃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家里怎么会有2只恶极诡异？说来话长，他们是来找我寻仇的，因为一个叫阿洛的家伙。等等，你说他们和阿洛有关系？没错，他们和阿洛有仇。有点意思。先走了，明天再联系你。钟小爱和老鬼转身离开，庄必凡看着空荡荡的家，打了个冷战，急忙跟了过去。你跟着我俩干啥？就是送送你们，没别的意思。咋了？被诡异吓破了胆，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了？也不是，我身为鬼案组的临时工，当然是要跟着队长你们，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小旅馆门口，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旅馆门口。咱们组织就开这个车啊？你懂个屁！开这个车盯梢隐蔽，咱们组织的战车开出来太吸引眼球了。你自己开个房间住下吧，有什么事明天一早再说，我要补觉了。庄必凡愣了一下，也去开了间房。第二天早晨，庄必凡在钟小爱的房门前用力敲门。队长，醒醒，啥时候签合同啊？大哥，这才几点啊？8点半。我就是想问问，我加入鬼案组的合同能不能早点定下？进来吧。房间里，临时工合同我手里暂时还没有，我会让分局那边送一份过来。行，那啥，我能问问正式加入鬼案组有什么条件呢？你问这个，那我先问问你，你会啥？庄必凡摇头。虽然只是临时工，但如果你以后有重大立功表现，倒也不是不能转正。队长，那我能问问你们是怎么对付诡异的吗？如果我以后有机会正式加入鬼案组，是不是能像你们那样拥有超乎常人的力量？靠谁都不如靠自己，我必须拥有力量。能不能和诡异对抗，跟是不是鬼案组成员关系不大。我们对付诡异的力量分2种，一种是我这样的学道术，另一种就是老鬼那样的遇鬼者。遇鬼者，简单说就是和诡异签契约，借用诡异的力量。可以同时和好几个鬼签契约吗？你以为是签劳动合同啊？别说好几个，就算只契约1只鬼，那代价一般人都受不了。用诡异的力量时，他们身上的怨念、仇恨会把你的意识淹没。意志力不够强的话，用1次就会被反噬。如果意志力够强呢？那就能多用几次，不过最后都免不了被反噬。当然也有例外，但那是鬼案组的机密了。老鬼他也快到极限了吗？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个问题我不能告诉你。先说说那个阿洛的情况，人物设定、背景、杀人方式。阿洛在一个雨夜被女朋友和情夫联手杀了，所以他化作厉鬼，只在雨夜出现，把人残忍肢解。话音刚落，钟小爱的电话突然响了，她接起电话。昨晚又发生了一起碎尸案，是阿洛做的，手法和之前幸福花园的很像，但最大的问题是昨晚没下雨。不可能，我的漫画叫雨夜杀人鬼，阿洛只会在雨夜出现，这绝不会错。我现在必须马上赶去警局。我和你一起去。羊城警局会议室，投影幕布上是血腥的尸块照片，老杨正在介绍案情。被害者是一家5口，和上一次幸福花园的碎尸案手法相同，现场和监控都没有任何异常。钟小爱推门而入，庄必凡和老鬼跟在身后。老杨停止介绍，看着庄必凡：“这是我们在羊城临时征召的编外人员，你继续说。”老杨点点头，介绍完情况离开会议室。阿洛为什么会在晴天杀人？这不符合常理啊！有没有可能阿洛因为什么事发生了变化？难道是因为我修改了王栋和赵海霞的背景，把阿洛也加了进去，所以导致他的情况变了？要不要问问王栋和赵海霞？钟小爱关好门窗，贴上符咒，然后才打开了封禁的王栋和赵海霞的瓶子。2道鬼影一出现，王栋瞪着庄必凡：“小子，你果然想害我们！”老鬼上前一步，挡在庄必凡身前：“找你们出来是想了解一点情况。阿洛，你们认识吗？”“怎么不认识？厂外面一个游手好闲的盲流子，就是他害死了我女儿。当年咱们大庆炼钢厂，谁不知道阿洛是个什么东西？”“大庆炼钢厂这个名字，我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？不对，羊城以前好像就有这么个炼钢厂。你们说的大庆炼钢厂在什么地方？”“废话，当然是在羊城，全国还能有几个大庆炼钢厂？”
警局走廊，钟必凡冲出会议室，找到站在门口的老杨。杨警官，问你个事，你知道大庆炼钢厂吗？是咱们阳城的对吧？大庆炼钢厂都倒闭几十年了吧？当年倒闭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小孩，你突然问这个干啥？杨警官，能不能麻烦你在警局调一批卷宗过来，要当年和大庆炼钢厂有关的，并且死了人的案子。老杨朝着屋内的钟小爱看了一眼，钟小爱点了点头。阳城警局会议室，一大堆泛黄的旧卷宗被搬了进来，堆在桌上。钟必凡快速翻找，找到了一份卷宗。王云，这就是王栋和赵海霞的女儿。他继续翻找，又找到了王栋和赵海霞死亡的案件卷宗。钟必凡拿着几份几十年前的卷宗，双手颤抖。怎么可能？我漫画里虚构的角色，在我出生之前的几十年，就真实的在阳城存在过了。可这卷宗又怎么解释？阳城警局会议室，怎么可能？我漫画里虚构的角色，在我出生之前的几十年，就真实的在阳城存在过了。可这卷宗又怎么解释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这表情跟见了鬼一样。这事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。我漫画里虚构的角色，在我出生之前的几十年，就真实的在阳城存在过了。你确定他们是你漫画里的角色？我100%肯定。如果王栋和赵海霞都是真的，那阿洛呢？庄必凡在桌上那堆泛黄的卷宗里翻找。这时老杨走了进来。小庄，你找什么呢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杨警官，这些卷宗里有没有一个叫阿洛的？阿洛是外号吧？有没有具体姓名？庄必凡摇了摇头。行，我去找局里的老人问问，看有没有印象。老杨转身离开，王栋和赵海霞的鬼影现身。你们在找阿洛？如果你们要杀了他，我们可以帮忙。你们是唯一见过他的人，帮忙找找，看看这些卷宗里有没有他的照片。我还是想不通，他们为什么会在几十年前就出现过。大哥，你们都不清楚的事，我上哪儿懂去？会不会是你小时候听说过他们的案子，下意识地画出了这样的漫画？不可能，王栋和赵海霞这两个名字都是我那天晚上临时瞎编的。王栋和赵海霞翻完所有卷宗，摇了摇头。这些卷宗里没有阿洛那王八蛋的照片。搞不清楚他的杀人习惯，就没法预测他下一次出现的地方，太被动了。我们必须抓紧时间，分局判断，再让他杀下去。一旦进化成了戾气诡异，会死更多的人，到时候就更难对付了。我尽力。对，一定还有别的线索。我设定的背景太简单了，但现实里的人一定有更多的社会关系。庄必凡将目光转向王栋。王叔，谁是你叔？少跟我套近乎。哎，咱们现在是盟友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。再说了，我可没骗你们，幸福花园的案子确实是阿洛做的，只是你们运气不好没碰上。你到底想问什么？有屁快放！我想问问，当年你们厂里有谁和阿洛走得比较近吗？那小子经常在厂里偷铁出去卖，能没熟人吗？就我们厂保卫科的一个小子，成天和他厮混在一起。他叫什么名字？现在还活着吗？叫个啥来着？时间太久了。姓常，叫常友。对，就是那小子。庄必凡、钟小爱和老鬼三人对视一眼，点头。警局走廊，老杨，帮忙查个人，当年在大庆炼钢厂保卫科的，叫常勇。常勇，怎么了？有问题？没啥，我先去查一查再说。阳城警局会议室，怎么了？没查到？查是查到了，只是那人就在咱们局里。老杨，你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。咱们局的常勇副局长当年就在大庆炼钢厂的保卫科工作过，后来因为一次立功表现，转到了咱们系统，一步步干到了现在的位置。带我们去见他。是。算了，不为难你，我们自己去。6楼转角就是他的办公室。常勇办公室，钟小爱在前，庄必凡和老鬼跟在身后。办公桌后坐着一个中年男人。不会敲门吗？常副局长，鬼案组办案，需要你配合。原来是鬼案组的专员，快请坐。吃饭了吗？这也到饭点了，咱们一起吃个饭。吃饭就不必了，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下当年大庆炼钢厂的案子。几十年前的老案子了，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你和阿洛是什么关系？阿洛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常局长，你身上这身衣服还想穿吗？专员，我确实不认识叫阿洛的人啊。这家伙是副局长，几十年前偷鸡摸狗的事，他肯定不会承认。常局，你别紧张，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阿洛这个人，你和他以前做过什么，我们不关心。真的不认识。
这样，我晚点帮你们问问以前的老同事。死鸭子嘴硬，没有证据还真拿他没办法。行啊，那你不是想请我们吃饭吗？就今晚吧，你先帮忙问问，我们晚上边吃边聊。好，那我下班联系你。钟小案三人转身离开。这群人怎么会知道阿洛？电话响起，局长您放心，我一定全力配合他们。对，我真的不认识那个阿洛，我尽量帮忙问。挂断电话后，常勇又拿出手机。老婆，晚上跟我吃个饭，是上面下来的专案组，你来了就是家宴，意义不一样。傍晚，弗莱林大酒楼包厢内，庄必凡、钟小爱老鬼已经就坐。王栋夫妻俩很肯定，常勇当年和阿洛关系很铁，看来这顿饭没那么简单。来晚了，这是我太太于燕，听说我要请几位专员，非要跟着来见识见识。你们好。钟小爱的目光落在于燕手腕的佛珠上。于太太也信佛？是啊，我太太心善，吃斋念佛好多年了。真巧，我也信。这串佛珠能给我看看吗？抱歉，妹妹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叮嘱我不能离身。你要是喜欢，我改天给你买一串一样的。别废话了，说正事。阿洛当年是怎么死的？这位专员，我们真不认识什么阿洛，他怎么死的？我们哪知道啊？常局，下午让你打听的事有消息了吗？问到了，我那老同事说，当年厂子外确实有个叫阿洛的混混，倒卖厂里的废铁，后来就没消息了，估计是得罪人，被仇家砍死了吧？他是个孤儿，死了也没人报案。钟小爱腰间的玻璃瓶突然剧烈抖动起来。王栋和赵海霞怎么回事？小云，小云，你没死啊，我的女儿。两只鬼影扑向于燕，却在靠近他的一瞬间，被一道无形的力量摊开。什么？常勇的老婆是早就死了的王云。弗莱林大酒楼包厢，常局，你之前在大庆炼钢厂工作，应该认识王栋和赵海霞吧？厂里上万人，我一个保卫科的，哪能谁都认识？你问他们干嘛？没什么，查阿洛的时候查到一点线索。那个阿洛在大庆炼钢厂有个女朋友叫王云，据说当年王云被人杀害后，阿洛也跟着消失了。我说的王栋和赵海霞就是那王云的父母。于燕低头看着手上的佛珠，各位专员都是几十年前的陈年旧案了，为什么要翻出来？这些案子和你们查的鬼案有关系。鬼案组调查的案子，你无权过问。大庆炼钢厂的事情，知情人不止你一个。就算你不说，我们一样能查到。走。庄必凡跟着起身走了。王栋和赵海霞看了于燕最后一眼，跟着走了出去。破旧的二手面包车内，你怎么看？常勇和于燕背后有事，当年的事肯定没那么简单。搞清楚背后的事情，或许就能想办法找到阿洛。王栋和赵海霞的鬼影在后座显现。我想和女儿见一面。见什么见？你现在这个样子去吓唬她吗？哼，我只是想和她说说话。你们就没想过，你女儿为什么没死吗？或许是当年警方弄错了，我女儿离家出走，他们就判定是我女儿了。可能性不大，我总觉得这件事背后没那么简单。刚才你们也发现了，你女儿手上的佛珠不是凡物，你们根本进不了她的身。你觉得她那串佛珠是为了防谁的？你该不会说我女儿戴那串佛珠是为了防我和我老婆的吧？我的意思是，她防的是另一只鬼。阿洛，我怀疑阿洛当年的死肯定和王云、常勇有关。王云之所以一直带着那串佛珠，就是为了防止阿洛找到他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取下那串佛珠，那只杀人鬼阿洛就会出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们，要是你们想害我女儿，我就和你们拼了。破旧的二手面包车内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们，要是你们想害我女儿，我就和你们拼了。拼命？你们有这个资格吗？别把气氛搞这么僵，我们的目的是对付阿洛。你们也听到了，我们是要对付阿洛，不是想对付你女儿。如果不除掉阿洛，你们女儿就永远没有安全的那一天，明白吗？总之，不能让我女儿冒险当诱饵，不行。是我，钟小爱，杨成阿洛的案子有新进展，对，情况复杂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尽快。搞定了，支援的人明天早上应该就能赶到。行啊，开始工作吧。工作。蹲点，如果运气好碰到那个阿洛出现，就不用这么麻烦。正好合同也打印出来了，待会你有时间就把合同签了吧。群神印向小区门口，破旧的面包车停在路边阴影里。你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。行啊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小组的外勤了。
好好干，有立功表现，转正不是问题。队长，比起转正，我更想知道怎么和诡异签订契约。这就是契约，用你的血涂满这些符印激活，然后找只鬼，让他在空白面留下灵魂印记，就算成了。一般来说都是正式工，从9号监狱里挑一只合适的诡异，在组织的帮助下签约。9号监狱是什么地方？关押诡异的地方，我们活捉的诡异都会被送去那里。我想试试。你想和那对夫妻签？我劝你谨慎点，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和一只鬼签，他们俩的力量太弱了，不知道。前2天不是刚收了只鬼婴吗？要么让这小子试试。你疯了！别说他能不能成，就算签了，以他现在的状态，借用一次鬼婴的力量，人就得废了。差点忘了，这小子还是个新人。夜深，路上冷清没人，烟没了，我去买包烟。我跟你一块去，正好下车活动活动。街边小卖部，庄必凡和老鬼一前一后走进小卖部，拿包红塔山。鬼哥，我来。老板，红塔山不要了，拿包华子。烟太好，我抽不惯。老鬼自己付了钱，拿着红塔山转身就出了门，庄必凡只好跟了出去。街边马路，老鬼没有上车，而是在马路牙子上坐下，点燃了一根烟。鬼哥，如果我和那只鬼婴签订了契约，能有多强？你真想走这条路？想。为什么加入鬼案组？为了国家和人民。说实话，世界变了，我想给自己找条活路，不想哪天稀里糊涂就被诡异弄死。可惜你找的是一条死路。钟小爱说过，和鬼签契约会变成疯子。疯只是对外界的说法，实际上人类的灵魂比诡异脆弱太多。你引导他上身的次数越多，他就越能掌握你的身体，到最后他们会鸠占鹊巢。现在有时候我都分不清，我到底是我还是女鬼秦岭。如果你的身体完全被那秦岭占据，鬼案组会怎么对你？最好的结果关进9号监狱，最坏的就是消灭我。那你现在解除契约呢？还来得及吗？契约是双向的，不是你想解除就能解除的。他们图的就是你这副肉身，想要得到超出常人的力量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那你又是为了什么？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是真的为了国家和人民。如果没有为了别人牺牲的想法，只是想活下去，我劝你最好不要签。老鬼说完，便转身回了车上。庄必凡独自站在路灯下，盯着手里的羊皮纸契约，沉默不说话。签订契约就等于按下了死亡倒计时。钟小爱拿着手机在庄必凡身边坐下。老鬼都告诉你了。那我也就不多废话了。世界是公平的，想得到什么，总得付出点什么。那你呢？你付出了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叫5弊3缺吗？听过，鳏、寡、孤、独、残，还有福、禄、寿。我用的力量越多，这些东西就越可能出现在我身上。不过比起老鬼他们，我们算好的啦。老鬼是为了国家，你呢？为了钱，1个月10几万的工资，干几年就能退休躺平了。他这本事挣钱还不容易，肯定不是为了钱。钟小爱腰间的铃铛突然清脆地响了起来，两人同时一愣。不远处，一个身材魁梧的鬼影缓缓走进了小区。街边马路，阿洛。钟小爱和庄必凡冲回面包车旁。老鬼，目标出现，准备家伙。钟小爱拿出一个精致的化妆箱，打开，里面却全是符咒和法器。运气不错，居然撞上了。收了这家伙，阳城的任务就算完了。你去糕点家具，正面我来。你一个人行吗？他可是准力级。你做好你的远程支援，我可不想对付完那家伙，回头还要亲手宰了你。老鬼点点头，从车后拿出一个大木箱，背上一个纵身就翻进了小区的围墙。狙击枪能对诡异造成伤害。老鬼以前是王牌狙击手，子弹是总部特制的。钟小爱拿出4支口红扔给庄必凡，这是结界符印，等会儿找到位置，在大楼4面把它按下去，别让那家伙跑了。出发！钟小爱带着庄必凡来到一栋楼前，整栋楼漆黑无声。一栋楼几百户，不可能一盏灯都没有。他就在里面，你在外面等着，记得布阵，按顺序把符印打进地里就行。你进楼里，老鬼能支援到你吗？他会想办法的。钟小爱说完，快步冲进了大楼。庄必凡绕着大楼，将4枚符印一一打进地面。当第4枚符印落下，4道光芒升起，形成一个巨大的透明护罩，笼罩整栋楼。这就是结界。王栋和赵海霞的鬼影突然冒出，脸上惊恐：“快跑，小钟！这楼里有很可怕的家伙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”和之前的鬼婴比呢？比那个家伙强大很多很多很多。你们说的那个很可怕的家伙就是阿洛，如果今天不杀了他，
你们的女儿早晚会被他找到。对面大楼楼顶，老鬼趴在楼顶，架着狙击枪，通过瞄准镜观察对面的大楼。无论哪个窗口，里面都是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是老鬼，无法看清楼内。重复，无法看清里面任何情况，请小心行事。8栋1楼大厅，钟小爱站在漆黑的大厅中央。明白，你立马通知警方，疏散整个小区。之前判断有误，这家伙不是准利级，是真正的利级。利级，年初那次我们小组就折了8个。正好瞧瞧利级诡异到底有多厉害。钟小爱举起手中的铃铛，用力摇晃，铃声在大厅中回荡，整栋大楼开始剧烈颤抖，墙皮落下。小爱，楼里的居民都疯了，他们拿着菜刀、钢管正朝你冲过去。被蛊惑了心智，你别管我，尽全力找出阿洛的位置。钟小爱双手快速掐诀，口中念咒，将一道符咒向前猛地拍出，一道金色的中型护罩出现，将他牢牢护在其中。无数眼眶充血、手持武器的居民涌来。老鬼，多久能找到那家伙的位置？我撑不了太久。不行，我找不到，整栋楼的阴气太重，我根本找不到他的本体。8栋楼下，庄必凡望着漆黑的大楼。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老大爷拿着手电筒走过来。你是什么人？大半夜在这鬼鬼祟祟干啥的？大爷，我来找我朋友，他叫牛子，住这栋楼5楼。牛子，老头子，我当了一辈子保安，还能让你给忽悠了？像你这种偷鸡摸狗的年轻人，我见多了。大爷您真厉害，少走了几10年弯路啊！哼，你知道个啥？我们那会儿给厂里当保安，可是铁饭碗，和现在公务员差不多。您在哪个厂当保安啊？大庆炼钢厂保卫科。大庆炼钢厂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大爷，来抽根烟。您认识常勇吗？你说的是现在局里的副局长常勇吧？别看他现在混得好，当年在保卫科天天给我发烟，让我罩着他。那你们厂外面是不是有一个叫阿洛的混混，和常勇走得很近？是有这么个人，和常勇一起搞厂里的铁出去卖，还被我逮到好几次。不过那小子心狠手辣，是个人物。当年咱们阳城道上的人都怕那小子。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您知道吗？8栋楼下。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您知道吗？这事你要是问别人，还真没人知道，但我可门清。我告诉你，能有什么好处吗？这样吧，你带我去找常勇，我就把当年阿洛的死因告诉你，怎么样？他现在位高权重，我想见一面都是难事。这是唯一的线索了，必须搞清楚阿洛的真实死因，才能帮到钟小爱他们。行，我这就带您去。庄必凡拿出手机拨电话。庄专员，这么晚给我打电话干啥？是这样的，有点事情想和你当面聊聊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你一个人？钟专员和老鬼有点事情要处理，我自己过来。你来太湖风景别墅区3号别墅就行。走吧，大爷。他老婆在吗？这我咋知道？大半夜的，总不能一个劲问别人老婆在不在吧？走了。8栋大厅，金色的中型护罩剧烈晃动，钟小爱满头大汗。老鬼，我快撑不住了，再找不到那家伙，我就只能往楼上冲了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隐藏起来的利奇诡异，偷袭你必死无疑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完全破不了局。话音刚落，所有居民齐刷刷倒在地上，整栋楼鬼气消散。怎么回事？钟小爱撤掉法阵，蹲下检查了一个居民的脉搏。只是昏迷了。那家伙走了。对面大楼楼顶，老鬼放下狙击枪。奇怪，外面的结界完好无损，他不可能无声无息地离开，除非他从一开始就没进这栋楼。庄必凡。钟小爱冲出大楼，绕着楼跑了一圈，空无一人。老杨赶到。钟专员，情况怎么样？需要怎么疏散？疏散暂时不用了，庄必凡不见了，马上带我们去保安室调监控。小区保安室，老杨指着满是雪花的监控屏幕，这栋楼附近的监控全都坏了，什么也看不到。那小子能去哪？王栋和赵海霞的鬼影飘了过来，他被人带走了。什么人？不是人，那家伙太可怕了。钟小爱和老鬼对视一眼，异口同声。太湖风景别墅区3号别墅，庄必凡带着保安大爷敲响3号别墅的大门。穿着睡衣的常勇打开门。哎呀，庄专员，快请进。常勇将庄必凡请进客厅，对旁边的保安大爷却视而不见。庄专员，以后在阳城，要是有什么事，尽管开口，叫我老常就行。常局，别客气了，说正事吧。庄必凡转头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保安大爷。大爷，人都见到了，您别干坐着，说句话。常勇端着茶杯的动作停止。庄专员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庄必凡猛地回头，身边是个一身黑色风衣、头戴黑帽、遮住了半张脸的人影。我哥，好久不见。我哥，当年你的死真的和我没关系，
我也是听别人的命令办事。叫王云下来。王云，他不在这里。阿洛没再说谎，身影一闪，直接出现在2楼，随手一挥，2楼卧室的门轰然倒塌。床榻上，一个年轻貌美的金发女郎正裹着被子。原来这栋别墅是常勇金屋藏娇用的，王云根本就没在这里。阿洛又是一挥手，随着金发女郎的惨叫，她的身体自动分解，化为一地碎肉，鲜血将整张大床染红。庄专员，你不是鬼案组的吗？你赶紧想想办法啊！面对这种立即诡异，钟小爱和老鬼都没有办法，我一个编外人员又能做什么？连逃跑的资格都没有。就在此时，庄必凡的手机响起。喂，你被阿洛抓走了。你现在说话不方便对吧？没关系，你认真听我说，尽量不要激怒他。那东西一旦暴走，会死很多人。我们正在赶过来。如果他暴走，我有什么办法能应付他？并不是完全没办法，钟小爱给你的契约还在身上吧？如果实在不行，想办法让他在契约上按下手印，和阿洛签订契约。阿洛缓缓从2楼飘落下来，庄必凡急忙挂断了电话。警车内，汪洋正飞快地开着车，钟小爱和老鬼坐在后座。你很厌烦庄必凡，我和他无冤无仇，烦他干嘛？那你让他去契约一只立即诡异，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？我们整个鬼案组能和立即诡异签订契约的人也不过寥寥10余个，哪个不是有着钢铁意志的人？他一个新人，不然呢？让那只诡异暴走，让整个风景区的民众陷入绝境。我们2个赶过去对付那只立即诡异，有多少把握？1成都有些多了，更直白的说是9死1生。但即便知道前面是死路，你和我能退缩吗？你我都可以坦然赴死，为什么他不行？牺牲一个人，保全大多数人，这就是鬼案组的行事准则吗？太湖风景别墅区3号别墅，让王云过来。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！当年要杀你的不是我，甚至不是王云，是那个男人要你死。这些年，王云一直是他的禁脔，我不过是王云表面上的老公罢了。你别看王云在你面前装清纯，实际上早就被那位大人物睡了不知道多少次了。什么想要和你远走高飞，都是骗你的，只是想把你引到一个没人的地，把你处理掉而已。我也是因为当年的事情，才被那位大人物提拔进了警局，这么多年我都没碰过他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糟了，他要暴走了，这就是立即诡异的暴走。洛哥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阿洛缓缓抬头，通红双眼看着常勇，常勇喷出一大口血，身体4分5裂。都得死，所有人都得死！阿洛转向庄必凡，庄必凡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悬浮在半空中。阿洛，我能带你找到王云。你如果骗我，我会让你死得比他还惨。只要你在这上面按下手印，我马上带你去找他。阿洛伸出手按在羊皮纸上，下一秒黑色怨气涌入庄必凡体内，庄必凡七窍流血，倒在地上，身体抽搐，身上每一个毛孔都开始往外渗血，变成一个血人。别墅区外警车内，钟小爱和老鬼坐在车里，怨气消失了。难道他真的用了契约？钟小爱和老鬼冲进别墅，看到地上常勇的碎尸，浑身是血的庄必凡，还有气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契约的可是立即诡异，那股庞大的负面情绪，换我来都扛不住。别废话了，布阵。钟小爱从身上摸出7、8道符咒，摆在庄必凡身旁，双手快速掐诀，冰寒千古，万物犹静，心神合一，万变不惊。符咒亮起金光，注入庄必凡体内。阿洛记忆70年代中学门口，一个10几岁的少年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等在校门口。这是阿洛的记忆，我成了他记忆里的一个旁观者。小云，我买到自行车了，上车，我送你回家。以后你都不用送我了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有车了，送你多方便。一辆轿车开了过来，停在旁边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驾驶位，对着王云招了招手。这是我干爹，以后他会送我上下学，就不麻烦你了。轿车扬长而去，阿洛呆立在原地。小酒馆，阿洛一个人喝酒，桌上空了好几个酒瓶。少年常勇赶到，勇子，你知道一辆汽车要多少钱吗？听厂里老人说，得好几万呢。好几万，我怎么买得起？洛哥，我以前就说过，你天天端盘子洗碗是没前途的。我这边有发财的路子，就看你敢不敢搞了。说说，我们厂里有不少废铁，平时没人看管，如果能运出来卖，一次就比你干1个月强。阿洛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70年代中学门口，少年阿洛手里拿着一沓钱，在学校门口等少女王云。少女王云出校门，没看少年阿洛一眼，上了中年男人的车里。中年男人别墅，庄必凡站在窗外，看向客厅。
中年男人正抱着少女王云亲吻，把她推倒在沙发上。干爹，干女儿，干爹，我不想上学了，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。你回去就说你要和追你的那个傻小子私奔，其他的事情我会处理的。行。少年阿洛在别墅外敲门，少女王云出来。我到校门口看到你就跟过来了，这是你干爹家。你知道这些天我为什么要疏远你吗？不知道，我是在考验你，看你是不是真的爱我。你既然来找我了，那就证明你经受住了考验。太傻了，这都被吊成翘嘴了。我们私奔吧，我不想上学了，我们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结婚生孩子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我愿意。你说想什么时候走？今晚就走。阿洛没说二话，兴奋离开。少女王云望着他的背影，冷笑。小酒馆，少年阿洛拍少年常勇的肩膀。小勇，我要走了。洛哥，挣钱挣得好好的，去哪？我要和王云一起远走高飞了。什么时候走？我送你1成倍。晚上等他跟家里人说好就走。傻子，这明显就是个圈套啊！夜晚，少年阿洛和少年常勇在家属楼下等待，楼上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小云，你和叔叔阿姨吵架了？没事，我们走吧。荒郊野外，一辆轿车停在路边，中年男人靠在车上抽烟。干爹，您是来送我们的吗？是啊，送你上路，动手吧。少年常勇从怀里拔出匕首，刺进阿洛的心窝。小云，快跑！荒郊野外，小云，快跑！傻小子，洛哥，对不住了。常勇拔出匕首，一刀又一刀地刺向阿洛的心口。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，出现一个穿着校服的女生。处理干净。常勇提着带血的匕首追了过去，中年男人将阿洛的尸体踢进旁边大坑，摸出一张符咒点燃。术法师，阿洛不是自己变成诡异的，是这个男人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常勇拖着一具女学生的尸体回来。干爹，那我以后该怎么办？以后他就是你，世界上再也没有王云这个人了。医院病房，庄必凡睁开眼，钟小爱和老鬼正站在床边和医生说话。病人生命体征平稳，没什么大碍，现在昏迷应该是意识层面的问题，具体什么时候能醒就不好说了。水有水吗？钟小爱和老鬼猛地回头。你醒了？真的和阿洛完成契约了？应该是吧，我也不确定。你竟然能扛住一只立即毁忆。我昏迷多久了？3天。才3天，感觉像是过了好几年。你先好好休息，等你恢复了再跟你说遇鬼者的事。那个于燕有消息吗？还有那个神秘的术法师，他到底是谁？钟小爱和老鬼对视一眼，没有回答。医院病房，傍晚，庄必凡坐在病床上看电视。背叛兄弟，贪赃枉法，死了居然成了英雄，真是讽刺。钟小爱进来，好点了。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。那就行，明天给你办出院。你和阿洛完成契约的事，鬼案组内部很重视，应该会给你一个正式合同。成为正式成员后，我能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了吗？虽然有点违规，但反正也是板上钉钉的事。你听说过灵气复苏这个说法吗？听说过。我们这个世界似乎就面临着这种情况。医院病房，钟小爱坐在床边吃着苹果。我们这个世界大概30年前就已经开始灵气复苏了。你怎么确定是30年前？我家是祖传驱邪的，但到我太爷爷那辈就成了骗子，因为10几代人都没见过真鬼，直到30年前我爸碰上了，那些骗人的法术咒语突然就管用了。所以诡异是30年前才开始出现的。对，而且越来越强，现在恶极诡异越来越多，这要到了戾气满大街跑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世界末日了。鬼案组没查过原因吗？具体原因我们这个级别接触不到，高层可能知道，但那是机密。不对，你说灵气复苏是30年前？没错，时间点是1982年，全球都一样。可阿洛是1976年死的，我看到他的记忆，一个男人用术法亲手把他变成了厉鬼。不可能，那个时候灵气根本没复苏。我陷入昏迷后，在阿洛的回忆里亲眼看到他被那个神秘中年男人用符咒变成了诡异。在灵气复苏之前，就有人能使用术法，这件事太大了，我必须马上向总部汇报。钟小爱说完，匆匆离开了病房。庄必凡的梦境，漆黑的枯井底部，庄必凡向上呼喊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深夜，庄必凡惊醒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满头大汗。这种感觉是阿洛被困了30多年的绝望吗？庄必凡拿起手机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昨天晚上值班，我恍惚看到办公室外面站着一个人，那个人是今天下午刚宣布死亡的老人。我昨天应该是看错，死掉的人怎么会站起来？今天真是累死了，一场火灾，好多烧伤的，我们医院的工作餐真是狗都不吃。不说了，打饭去了。看来只是个无聊的医生在记录日常。屏幕下方突然刷新出2条回复，他又来了。这个叫李德全的医生
帖子最后一条回复是3天前，之后就再没消息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和咚咚咚3下敲门声，庄必凡起身拉开房门，门口和走廊没人。听错了。庄必凡转身看到一个身穿白色练功服的鬼站在他身后，下一秒鬼伸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将他单手提起。恶极诡异，力量好大，只能赌一把了。庄必凡用指甲在自己额头上划出一道血痕，一股怨气从庄必凡体内喷涌而出，掐着他的白衣老鬼松开手。阿洛没有出现，但我的身体充满了力量。庄必凡一拳挥出，白衣老鬼的身体4分5裂，化作一团黑影消失不见。医院病房，庄必凡擦掉额头的血迹，周身的黑气消失。奇怪，钟小爱说的反噬呢？除了有点虚弱，没有任何负面情绪，难道是因为阿洛没有附身？如果我不会遭到反噬，那是不是意味我能契约不止一只诡异？庄必凡拿起手机拨通了钟小爱的电话。喂，庄必凡，你那边怎么回事？我感觉到一股很强的怨气爆发。我被一个恶极诡异袭击了，没事，已经解决了。你都用契约了，身体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精神快要崩溃？没有，我只是借用了力量，阿洛并没有出现，而且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任何反噬。怎么可能？只借用力量，诡异不附身？鬼案组30年来从没听说过这种事。我和老鬼现在有急事，明天一早过去找你，你别乱跑。行。医院病房，第2天一早，钟小爱进来，老鬼跟在后面。你们这是熬了一夜？别提了，一个荒了20年的山村闹鬼，昨晚去清理了一下。不说这个，先说你的事。关于我的情况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大哥，你这情况是独一份，我们能有什么看法？按理说，诡异不附身，你根本无法使用他的力量，这完全不合常理。那鬼域呢？立即诡异最关键的能力，你能用吗？不行，感觉不到。算了，这事太复杂，我们会立刻上报总部。你下午自己办个出院手续，我得先去睡一会，下午还要去车站接人。火车站外，钟小爱顶着黑眼圈站在出站口，庄必凡站在他旁边。钟队长，关于我体质特殊的事，你给上面汇报了吗？还没呢，等接完人再说。看看总部知不知道你这种算个什么情况。2个年轻人从出站口走来，东张西望，一人染着黄毛，挖着一个大型密箱，另一人戴着厚眼镜。请问是钟队长吗？你们就是分局派来的人？第7分局李一家向钟组报道。我叫刘文。局长是不是在玩我？我是让他派人来帮忙，不是给我添堵的。搞个关系户来我这儿。钟组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可是凭自己的努力通过了鬼案组的考核，跟我爸是局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也不指望能来个老鬼那样的硬汉，但也不至于派个书呆子来吧。钟组，刘文是我大学同学，他一直想报效国家，可惜近视太严重，入伍体检过不了。感情我还说错了，不是一个关系户，是2个。真有事，我还得分心保护你们。钟小爱甩手转身就走。公寓楼道，老鬼靠在楼道里抽烟，庄必凡带着李一家和刘文走过来。鬼哥，好久不见，知道您爱抽烟，特意给您带了2条好的。烟太好，我抽不惯。李一家收回手。这是杨成给我们安排的公寓，你们自己找间屋子住下，你也选一间住下吧。最近杨成的诡异案件越来越多，随时都可能有任务。我们不离开杨城了吗？杨成爆发诡异案件的频率远超其他地方。分局的意思是让我们小组先驻守在这里，查清楚原因。原来如此，那个神秘的术法师会不会和这件事有关？夜晚，医院停车场，面包车里，岛国的贞子，泰国的扶桑叟，各国都开始有天灾级的诡异出现了。你说，距离末日那一天还有多久？你担心这个干啥？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。也是，我估计也活不到那天了。别太悲观，或许情况没有那么糟糕。一阵风刮过，2道鬼影朝着这边飘来。王栋、赵海霞，这2个家伙消失了这么多天，总算是出现了。小爱，他们不对劲。王栋和赵海霞双眼完全泛白。王栋缓缓抬起手，面包车向内挤压变形。万法破，急急如律令。钟小爱甩出一张符咒，在变形的车身上炸开一个大洞。钟小爱和老鬼从洞口跃出，面包车被压成了一块铁饼。这2个家伙现在起码是恶级顶峰的战力，他们实力怎么会提升这么快？王栋和赵海霞再次冲了过来，钟小爱拔出匕首，迎面甩出一张火符。南方丙丁，火德星君，焚邪破阴，试炼。一团火爆裂开，王栋和赵海霞不闪不避，冲入火焰之中。糟了！他们没有本能。钟小爱手中匕首上的符文瞬间亮起，一道光将冲出火焰的夫妻2人拦腰斩断。不对劲，太轻松了。被斩断的2具鬼尸爆发出大股怨气，将钟小爱包裹。原来他们只是容器，
这股怨气才是真正的杀招。老鬼举起狙击枪，子弹穿透怨气，只能用那招了。老鬼划破额头，女鬼身影出现在他身旁。青林，开启鬼眼。你再动用鬼眼，意识很快就会消散。开启鬼眼。秦林叹了口气，贴近老鬼的身躯，融为一体。控制这股怨气的人很强大。将你所有的力量汇聚到我的双眼。你确定你会马上意识消散的？早死晚死的区别罢了，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只有他能帮我守护我想守护的东西。如你所愿。大股怨气从老鬼身上喷发，涌入他的双眼，老鬼的眼睛变得漆黑，那般浓郁的怨气里出现了一个微弱红点。找到了。子弹精准命中红点，包裹着钟小爱的怨气崩散。他跑到老鬼旁边，老鬼眼眶血红，坐在地上。没事，我们先回去。公寓楼道，钟小爱搀扶老鬼回到公寓，庄必凡、李一家和刘文立刻围了上。鬼哥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遇到诡异偷袭，受了点伤。庄必凡，你过来帮我把他扶进房间。老鬼的房间，庄必凡将老鬼扶到床上。老鬼他是不是不行了？意识消散，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了。意识消散，老鬼要么被关起来，要么就地正法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暂时别把他的状况说出去，我离开几天去找办法救他。我走的这几天，你照顾好他，千万别让李一家和刘文知道。明白。队长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我的状况我自己清楚。试过了才知道。你等我，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撑住。钟小爱说完离开房间，李一家和刘文想进屋，被庄必凡拦在了门外。没啥大事，鬼哥受了点伤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他们都是正式成员，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上报分局，到时候老鬼就危险了。不对啊，老鬼是远程火力，他都伤得这么重，钟队长怎么会没事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等钟队长回来，你亲自问他呗。2天后，老鬼靠在床上，庄必凡坐在一旁。阳城诡异频发，一定和那个神秘的术法师有关。他制造这么多诡异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庄小子，给我倒杯水。鬼哥还能撑住吧？还行。鬼哥能像你这么坦然面对死亡的，真不多见，换我肯定做不到。人想活着，无非是舍不得。我无牵无挂，死了也就死了。你的家人呢？朋友呢？都死光了。我记得你是孤儿。你也是。是啊，不过你小子运气比我好，生在好年代，有福利院管饭。我那时候只能靠偷。70年代军区大院，6岁的瘦小男孩偷馒头被士兵抓住，带到军官面前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学偷东西，信不信我枪毙了你？赶紧滚蛋！童年老鬼没有走，盯着地上的张馒头。馒头脏了，你们不要，能给我吗？等我来。团长提着童年老鬼来到炊事班，炊事人端上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。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包子。老团长看着粗鲁，心肠却很好。他把我留在了部队，后来还收养了我，送我上学。特种部队训练场，成年老鬼身穿迷彩服，一枪命中靶心。后来我成了一名狙击手，老团长逢人就夸，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给部队捡了个狙击手。20年前的医院病房，年轻的老鬼跪在床前，泪流满面，床上躺着老团长。值得吗？那些东西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，去就是送死。总得有人去。为什么是你？因为我爱这片土地，爱得深沉。老团长咽气，年轻的老鬼抹掉眼泪。这片土地以后我替你去爱。老鬼的房间，老鬼讲完泪流满面。原来这就是他成为遇鬼者的原因。他们来接我了。庄必凡回头，门口空无一人。再看老鬼，眼睛已经闭上。老鬼，钟小爱满头大汗冲进来，快把他上衣脱掉。庄必凡扯开老鬼的上衣，钟小爱拿出7盏油灯摆在老鬼胸膛上。钟小爱双手掐诀：北斗助死，南斗助生，七元幻彩照寒庭，无以丹心扣斗府，灯烛长燃续晨曦，积积如北斗七元军律烈。咒语落下，7盏油灯点燃。总算是赶上了。这是什么？能救鬼哥吗？诸葛武侯七星灯见命，听说过吗？这是我家祖传的油灯，能吊住他的面，让他魂魄不散。这么厉害？但我爷爷叮嘱过，这东西有很大的副作用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用。李一家和刘文走进来，鬼哥这是差不多快撑不住了，我点了7星灯，希望能给他续命。钟小爱的房间，钟小爱领着庄必凡、李一家、刘文3人进来，几人依次在沙发上落座。正好你们都在，开个会。分局下了死命令，必须查清楚阳城的情况。你们有什么看法？李一家和刘文对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我基本可以肯定，阳城诡异频发，
和那个神秘的术法师有关系，但我想不通他的目的。你确定那个男人在灵气复苏之前就能使用术法？没错，我在阿洛的记忆里看得很清楚。这就对了，世界不可能突然变化，这背后一定有原因。那个男人就是关键。那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养这么多鬼，除了杀人还能做什么？就为了杀人？这么简单？如果他想杀的不是一个两个，而是几十万呢？屠场胡扯吧，养成几十万人，就算他养上百只鬼也做不到。上百只鬼确实不行，可如果他能养出一只天灾级的诡异呢？天灾级？这怎么可能养得出来？国外那些天灾级诡异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你们知道吧？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极高的知名度。没错，就像午夜凶铃的贞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她不就是被导演养出来的吗？你是阳城本地人，你们这有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灵异作品或者都市传说？没有，这一点我非常肯定。阳城本地没有，但我的漫画在阳城也有不少粉丝。王栋、赵海霞、阿洛，他们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还好我的作品不够火，要是后期画的那些东西也跑出来，那将是真正的灾难。刘文，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太多啊？钟小爱的房间，我相信自己的判断，那个神秘人极有可能是想养出一只天灾级诡异。可你也说了，天灾级诡异需要大多数人都知道它的存在。庄哥是本地人，他都说了，阳城根本没有什么知名的诡异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个神秘人用某种手段消除了人们对于那只天灾诡异的记忆？大哥，你知道阳城有多少人吗？消除几十万人的记忆，神仙也做不到吧？他的力量肯定做不到，所以我说是通过某种手段。行了，别争了，我先向分局汇报情况，看上面怎么说。钟小爱走到一旁打电话。庄哥，你契约的阿洛是那个神秘人制造出来的吧？没错。你在契约阿洛之后，他的意识就再也没出现过。我猜那个神秘人是怕阿洛泄露秘密，所以用手段把他的意识抓走了。而那个秘密肯定和天灾级诡异有关。钟小爱打完电话走回来，分局那边说一切都只是猜测，没有确凿证据，他们抽不出更多的人手。李一家，无论如何，让你爸再调人过来，阳城的情况绝对不是我们能搞定的。大哥，我得有证据，光凭一张嘴，你让我爸怎么相信？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我错过一次吗？这事和做题不一样。算了，我试试。喂，老爸，有事就说，我很忙。爸，阳城这边可能有天灾级的诡异。报告我看了，阳城连个都市传说都没有，哪来的天灾诡异？有证据吗？爸，你上次去洗脚那事，我可一直没告诉妈呢。我那是商务应酬，正规的，你个混账小子！我当然信你，就怕我妈不信，你去跟她说吧。行了，九组刚完成任务，我让他们直接过去。搞定了。看来你这关系户还是有点用的。李局怎么说？说是让九组的人过来。九组？什么？你和九组有过节？过节谈不上，只是有个很讨厌的人在九组。我奔波了几天，实在太累了，得去睡了。刘文，你看着老鬼，庄必凡、李一家，晚上守夜小心点，应付不了就先撤。放心吧，钟队长。面包车内，庄必凡放到座椅，斜躺着拿出手机，点开了一个作者群聊。消息99加。今晚我也看到鬼了。真的假的？啥样子的？好像是我作品里的家伙。你们还记得血人吗？道爷也遇到了，他画的那个血人。庄必凡正对着手机发呆，这时候李一家从旁边递过来一支烟。庄哥，抽烟吗？庄必凡接过烟，摇下车窗点燃。庄哥，你们和诡异签订的那种契约还有吗？那东西在鬼案组应该不少吧？你是局长的儿子，搞一张还不容易。契约是不真鬼，但家里不让我当遇鬼者。既然你爸怕你出事，为什么还让你加入鬼案组？我爸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反对，他说就算我为国捐躯了，也算不枉此生。主要是我妈不同意，所以我想着你能不能跟中组说一声，偷摸给我一张契约，等我民已成炊，我妈再反对也没用啊。你就这么想死？不知道一旦成了遇鬼者，归途就是个死字吗？从小到大，别人都说我过得好，是因为我爸。我考200多分就能上顶尖的学府，也是因为我爸。毕业后娶了个门当户对的老婆，平淡过完一生。如果人这一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我想证明我李一家不靠我爸也能做出点事来。我这辈子得活得精彩一点，死了之后别人提起我也得竖起大拇指，说声好样的。庄哥，你认为呢？说得不错，所以帮帮忙吧。帮不了，开玩笑，我可不想惹麻烦，真把他害死了，以后我在鬼案组还怎么混？车上的工作手机突然响起，庄必凡机器。是钟队长吗？我是老杨，城南孤儿院出事了，你们赶紧过来一趟。我们立马过来。庄必凡挂断电话，猛踩油门。慢点，钟哥，
要吐了。城南孤儿院，那是我长大的地方。城南孤儿院外，孤儿院被大火包裹，3辆消防车正高压水枪灭火，但火势没有减弱。庄必凡下车，在人群中找到一个中年警察走过去。杨哥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是你？钟队长呢？钟队长在休息。李一家，你立马联系钟队长，让他赶过来。行，不治我信不过你，小庄。这事太大了，孤儿院里有上百个孩子，这场火半小时前突然烧起来，怎么都灭不掉，反而越烧越旺。已经有10几个消防战士进去了，一个都没出来，连卫星电话都联系不上。半个小时，正常的火早就把楼烧塌了。可你看，建筑根本没被烧坏。还真是。我先进去看看。庄必凡说完，用指甲猛地划破额头，怨气从他身上爆发，包裹全身，抬头看向火焰，站立不动。这种恐惧感远超利吉。刘文的猜测是对的，阳城真的有天灾级的诡异。杨哥，疏散人群。小庄。庄必凡大吼一声，冲进火海。孤儿院内，庄必凡冲入火焰，打了个哆嗦。孤儿院大厅被冰封，所有人，包括先前进来的消防员，全都被冻成了冰雕。大厅前方，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奶奶被冻在原地。王奶奶，桥洞下，年幼庄必凡缩在桥洞下，浑身发抖。王奶奶路过，小家伙，跟奶奶走吧，以后奶奶养着你。孤儿院内，庄必凡看着王奶奶的冰雕流泪，一团燃烧着白色火焰的黑影从2楼爬下，形似一只狗，额头正中长着第3只眼。3眼犬瞥了庄必凡一眼，走到一个小孩冰雕旁，抬起爪子轻轻一敲，小孩的脑袋炸开。畜生，给我死！庄必凡朝3眼犬轰去，3眼犬身前凭空出现一块浮冰，挡住了庄必凡的拳头。庄必凡被震退几步。无知的人类，绝对阴毒！一团白雾从3眼犬口中喷出，将庄必凡包裹冻结成冰雕。我最烦的就是有人打扰我吃饭。3眼犬转身，砰砰砰3声枪响，3颗子弹接连命中同一个点，轰碎3眼犬身前的冰层。最后一颗子弹打在他头上，被弹飞。远处天台，一个少女扛着一把狙击枪。队长，这玩意儿好像不太好对付呀。孤儿院外，看他的狗头有多硬，扛不扛得住我一刀？人群中，一个手提大刀的男人大笑冲进火海。西装男叹了口气：“队长，这家伙又兴奋了。文武双全，快跟上去！”2个长相相似的男子一左一右飞速跟上。孤儿院内，苏正峰冲到3眼犬面前：“给老子死！”3眼犬冷哼一声，再次喷出白色雾气。双胞胎兄弟在苏正峰身后飞速结印。疾风式，狂风卷起，将白雾吹散。苏正峰的大刀燃起火红色的刀芒，斩在3眼犬的头颅之上。3眼犬凭空消失。好了，都输了，别急着动手。这家伙已经是半步天灾，等他完全成型就麻烦了。不动手，看着他们死吗？苏正峰看向被冻住的庄必凡，精神对峙。9组队长苏正峰，你好，我叫庄必凡。孤儿院内的冰层全部融化，孩子们和王奶奶恢复，看到地上2具孩子尸体，发出尖叫的哭嚎。庄必凡冲到王奶奶面前：“奶奶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是小凡啊，你回来了。”孤儿院外，大火熄灭，钟小爱匆匆赶到，看到庄必凡和李一家站在面包车旁。“没事吧？”“没事，9组的人刚好赶到，不然就凶多吉少了。”钟小雅扛着狙击枪走过来：“这不是小爱姐吗？听说上次你们小组全军覆没了。”你没死，真是可惜了啊！钟小雅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你那张臭嘴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原来他就是钟队长说的那个讨厌的人，听名字，他们是姐妹。西装男子走过来：“正事要紧，少说几句。阳城的情况将由9组接手，你们17组负责配合。”沈碧，别以为你们9组实力强就能使唤我们17组怎么做事还用不着你多嘴。这只半步天灾比我们之前遇到的都强，如果让他彻底跨过那一步，后果你很清楚。我们应该放下成见，紧密合作。有什么任务让分局给我下命令？这个沈斌安排布局从来不考虑人的安危，亲他的我们都得当炮灰。好了，钟小爱，好久不见，又漂亮。好久不见，先去住的地方再说。面包车内，钟小爱开车，庄必凡坐在副驾。队长，那个钟小雅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妹妹。亲妹，亲姐妹，怎么搞得跟仇家一样？公寓会议室，召集你们小组的人一起开个会。你们比我们更了解那只诡异的情况。你是阳城本地人，先由你来说说那只诡异的传说。说来奇怪，阳城并没有关于那只诡异的传说。我们调查了好几天，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传闻。之前我们调查诡异案件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早在30年前之前就已经会使用术法的神秘男子。目前阳城几个诡异都是他制造出来的，我们怀疑他在养诡异，最
奇怪的点在于，这只诡异像是凭空出现的。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神秘人抹除了阳城人对于这只诡异的记忆。你的说法没错，那个神秘人就是抹除了阳城所有人对于那只诡异的记忆，只不过他使用的并不是什么术法，而是利用了时间。沈斌站在一张摊开的阳城地图前，你现在可能不记得了，但你小时候一定听说过那只狗的传说。小时候，孤儿院，神女，不许哭了，再哭，地狱犬就会来把你们吃掉。公寓会议室，我想起来了，地狱犬，传说中来自地狱的恶犬，阳城的家长都会用这个故事吓唬不听话的小孩。原来如此，随着我们长大，这个传说早就被遗忘了。现在9组人手不够，我需要你们17组全力开合。你算老几？还想调遣我的人？行了，别吵，我跟你承诺，有危险我第一个上，绝不会让你们的人去甜蜜。既然这样，我开始细说，你们17组4个人蹲守西城区的万福仓库，赵奎和我蹲守南城区，谢文武、谢双全、钟小雅蹲守北城区，队长你负责东城区。这样蹲守有什么意义？兵分4路，无论哪一组遇到地狱犬都难以应付。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，不需要问。行了，到外面透透气。公寓阳台，钟小爱带着庄碧凡、李一家和刘文跟着苏正峰走到阳台。沈斌这家伙的性格就是这样，脑子里在想什么，永远不会告诉别人。不过我既然已经发话了，他肯定也不会故意让你们小队陷入危险之中。为了对付诡异牺牲，我们都有觉悟，我只是不想被自己人算计而死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当然，这些年因为沈斌的布局而死掉的鬼案组成员实在是不在少数。我问过他，既然明知是必死的局，为什么不提前和他们说一声？他说能够为了别人而坦然牺牲自己的人又有多少？提前告知，计划就有被破坏的风险。他觉得为了救100个人，必须要牺牲掉1个人。但如果你站在那一个人的角度去看呢？凭什么他就必须要做这个英雄？还是被骗，被自己信任的人被刺？你就是分局里传的那位契约了立即诡异的小伙子吧？我叫庄碧凡，之前见过了，你和契约诡异的融合度应该不超过10%才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居然还敢对半步天灾的诡异动手，光是这份勇气就值得别人钦佩了。融合度，这小子啥都不懂。刚入队便驻守在阳城，还没回分局那边接受专业的遇鬼者培训。所谓融合度，指的就是你和契约诡异的融合程度。大多数遇鬼者用了力量后会遭遇严重反噬，其实就是融合度不够高。融合度足够高，这种反噬就很微弱。就好比我现在，只要不是过度使用力量，基本上就是流一场鼻血就没啥大事了。而且融合度越高，所能使用诡异的力量就越高。苏哥，你有办法帮我测试一下融合度吗？这不行，必须要回分局那边用专业的仪器测试。那苏哥，你的融合度是多少？70%。反噬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弱了，难道我和阿洛的融合度在逐渐变高？我知道你想干嘛，不用测了，你的融合度应该会很高，确切说是高到离谱。这要是让分局那边知道了，以17组现在的状况，恐怕留不住他。有多高啊？先完成任务，去万福仓库蹲点，等这边事情结束，回分局测试就知道了。万福仓库啊，面包车停在万福废弃仓库啊。钟碧凡、李一家、刘文3人下车。地狱犬的力量已经无限接近天灾，它肯定会再次出现吃人。如果你们发现了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，不许急着动手。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真能蹲到地狱犬？沈斌挺危险的，总之我们得小心一点。有钟队长在，怕啥？你以为9组的人为啥指定让我们小组和他们合作？为啥？如果不是那次意外，17组说不准会成为我们分局第3的王牌小队。只可惜他们遇上了一只半步天灾级的诡异，整个小组几乎全军覆没。半步天灾很多吗？以前还好，我听我爸说，最多1、2年才出现一只，但近些年半步天灾出现的速度明显增加啊，整得我家老头子压力贼大。9组处理的半步天灾应该也不少，对付这只地狱犬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9组除了队长苏正峰，其余都是顶尖高手，配合多年，问题应该不大。但他们和1组不一样。另一个王牌小队，他们什么情况？9组对付半步天灾，主要还是靠团队协作，但1组不一样，现在1组也只有3个人。3个人，精英策略？不对，准确来说，有2个都是跑腿打杂的。1组的队长是我们分局的最强战力，那家伙是能一个人单挑杀死半步天灾的存在，甚至有人猜测他一个人能对付完全成型的天灾级诡异也说不定。庄碧凡嘴巴大张，城市某处高楼办公室内，沈斌独
独自一人拿着手机。你说啥？你这次的目标不是那只半步天灾？你他娘的到底想干啥？这么重要的事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相较于那只半步天灾，我对那个神秘人的兴趣更大。我想搞清楚他在替谁做事，目的又是什么。那你为什么不把计划告诉大家？能掀起这场浩劫的组织，在我们鬼案做安插内应也不是不可能。除了你，我谁都信不过。说吧，想让我做什么？我会把他逼出来，在他露面之前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能出手。什么？就算我们的人会死，我也只能看着。我们所有人的价值都不如那个神秘人重要。我们死了会有新的王牌小队，但只有抓住他，才能弄清楚一切背后的真相。南城区某处，赵奎站在沈斌身边。副队，我们该怎么把那家伙引出来？时间太紧，否则能换个更安全的方法。你怕死吗？怕死就不来鬼案组了。把46号封印屋给我。面包车内，庄必凡几人躺在车上休息，对讲机响起声音：所有人注意，南城区出现半步天灾，立即支援。地狱犬出现了。不对，这股气息不是地狱犬。什么？难道阳城还有第二只半步天灾？先过去看看，绝不能让2只半步天灾碰面，否则他们互相吞噬，必定会诞生一只真正的天灾。面包车发动，开向南城区。城北区甜品店，钟小雅背着大提琴箱，与谢文武、谢双全两兄弟坐着。三人同时看向南城区。这气息不是地狱犬，是前些天我们收服的那只子母狮鲨。该死，封印怎么会在这时候松动，让它跑了出来？别想了，赶紧过去增援，必须第一时间把子母狮鲨再次封印。三人飞速奔出甜品店。城南高楼，阳城上空乌云密布，鬼婴的哭泣声在城市中回荡。高楼之上，苏正峰死死地攥着拳头。2只半步天灾相遇，必然会为了晋级而互相吞噬。沈斌这个疯子，竟然用这种方式引蛇出洞。南城区街道，沈斌和赵奎站在黑暗的街道上，一只漆黑的鬼手搭在沈斌肩上，沈斌的身体开始变成黑色。沈斌掏出手枪对肩膀开枪，鬼手消失，躲开子弹。副队，赵奎拿出一张符贴在沈斌肩膀上，冒出白烟。天罗阵。赵奎一掌拍在地上，从地上升起光，把2人罩在里面。我最多撑3分钟，队长什么时候到？不用问了，队长不会出手。什么？面包车内，钟小爱开着面包车停在黑暗边。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第2只半步天灾？这力量太恐怖了。黎家、刘文，你们留在外面，立刻向分局请求支援。阳城可能要没了。是。钟小爱开车带着庄必凡冲进黑暗之中。城南某高楼，钟小雅、谢文武、谢双全3人站在天台边缘。9组所有人听令，任务将子母狮鲨击成重伤。在此期间，我和队长都不会出手。开什么玩笑？连队长也不出手，我们怎么打？怎么离了队长就不会干活了？也该让他们看看，没他们我们一样行。钟小雅将眼睛凑到狙击镜上。不对，子母狮鲨不在他们那，冲击阵法的只是怨气，那他在哪？钟小雅猛地回头，小心！一个衣着褴褛、皮肤干瘪的女尸站在谢家兄弟身后。清风速来五雷正法，风刃和落雷轰向女尸，兄弟2人被震飞出去。呼，所谓的半步天灾也不过如此。鬼婴呢？你们看到鬼婴了吗？一只漆黑的鬼手从谢文武肚子里伸出，鬼婴从谢文武肚子里爬出。大小哥，一只干枯的手从谢双全背后刺穿了他的胸膛，手里还握着一颗跳动的心脏。兄弟2人同时倒地，钟小雅对着鬼婴扣动扳机。子弹轰在鬼婴肚子上，炸开一个大洞，钟小雅被震飞掉下高楼。钟小雅打中了，副队死杀受伤了，他要暴走。沈斌走出法阵，察觉到了吗？在你们的鬼域里，我才是最大的威胁。地面开裂，数只干枯的手从地下伸出，抓住沈斌的腿。黑暗的迷雾中，一个个人影缓缓出现，其中有刚被杀死的谢文武和谢双全。也好，正好可以试试新药。第7代新药一直不被批准人体实验，我自己试药，总没人能说什么吧？他将针管直接刺进了脖子。来，战！沈斌甩开腿上的尸首，冲入尸群中。哈哈，也不过如此。子母狮鲨，给老子滚出来！队长，副队都嗑药拼命了，你到底在哪？你能听到吗？鬼域外高楼，苏正峰站在高楼边缘，看向远方，双手握拳。沈斌，你这个疯子，我必须等你把那个神秘人引出来。我们到了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队长失联，副队嗑了药，正在与子母狮鲨交战。钟小爱，你们快来支援！明白。面包车内，钟小爱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叠成3角形的黄符，丢给庄必凡。这是护身符，本想等老鬼醒了，给你们1人1个的，现在看来来不及了。庄必凡点点头。到了。南城区街道，面包车停在黑暗边缘，外面全是尸怪。庄必凡下车，身上怨气爆发，跑向黑暗边缘。外围的尸怪看到他，立刻扑来。庄必凡一拳把尸怪轰成粉末。奇怪，我竟然一点都不怕，是因为扛住了地狱犬的威压，还是因为阿洛的力量？
庄必凡杀进了狮群中央，找到了依旧战斗的沈斌，帮我开路，我去干掉字母狮煞。行。庄必凡在前方用拳头开路，这股压迫感和地狱犬一样，子母狮煞就在前面不远处。街道尽头的路灯下站着子母狮煞，闪开，接下来交给我。沈斌身上爆发出一股怨气，怒吼一声，冲向街灯下的母子诡异。药效只有30秒。母狮发出一声尖叫，无数尸怪从四周围上来，挡在他身前。沈斌将挡路的尸怪撞飞，冲到子母狮煞面前，一片白光后，所有尸怪被炸成粉末。这么忙？可惜这一击最多只能重伤他们。扶我一把。庄必凡发现沈斌躺在一个大坑里，快步冲过去。我的骨头基本全断了，带我离开这里。庄必凡抱起沈斌，转身就跑。该死！你们都该死！半空中出现一张巨大的鬼脸。完蛋，彻底暴走了！钟小爱将符咒在地上铺成一排，我倒要看看暴走的半步天灾到底有多牛。庄必凡怀中的沈斌对着对讲机低声说话：“队长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”沈斌说完，头一弯，昏迷了。你们快看！南城区一半的黑暗鬼域被冰雪覆盖，地狱犬浑身燃烧着白色火焰，停在冰雪与黑暗的交界处，盯着子母狮煞。地狱犬也来了。两只半步天灾碰面了，地狱犬朝子母狮煞冲去，母狮嚎叫一声，将手中的鬼鹰丢出去。鬼鹰落地时变成了10余米高的巨人，一掌拍向地狱犬。地狱犬一口咬在鬼鹰巨人的手掌，鬼鹰嚎叫，母狮撞向地狱犬，被一道冰层挡住，冰层碎裂出的冰刀刺入母狮体内，怨气从母狮体内通过冰刀流向地狱犬。喂，能听到吗？队长，你终于联系我们了，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，但我不能出手。现在听好，你们的任务变了。什么？绝对不能让地狱犬吞掉子母狮煞，否则它会立刻晋升成真正的天灾。赵奎、钟小爱、庄必凡三人看着远处两只半步天灾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但必须要去做，这就是鬼案组的使命，所以拜托。明白了。赵奎看向庄必凡和钟小爱，那还等什么？钟小爱咬破手指，将血洒在地上的一排符咒上，符咒瞬间金光大作。玉清圣令，赤照雷兵，神消耗气，巨化雷霆，雷落。一道雷电从天而降，直劈地狱犬。地狱犬头顶凝结冰层，挡住落雷，冰层碎裂。我看你体内的能量能挡几道落雷。落。3道雷电接连劈下，地狱犬接连用冰层挡住。卑微的人类也敢对神出手，找死！钟小爱身后的地面突然升起一道冰锥，朝他背后射去。庄必凡出现在钟小爱身后，一拳轰碎冰锥。没事吧？放心，没事。专心用雷劈那狗东西。你背后交给我。好冷，整条胳膊都快冻僵了。地面上10多根冰锥从4面8方同时升起。糟了，这么多，怎么挡？可我已经吹过牛了，躲了，他就死定了。来吧，我挡得住。庄必凡的身影快到出现残影，将所有冰锥全部打爆。这速度连队长也做不到吧？他契约的真是诡异。庄必凡打完最后一根冰锥，跪倒在地。怎么这么烫？战场中央，鬼鹰巨人倒塌，化作一滩血水。地狱犬落在血水之上，四肢陷落，被困在血水中。该死！地狱犬扭动身体，往血水外面跳，被天空的雷电一道道落下，砸在血水中。不能再翻金地灯了，否则会被这溪水吞噬。唉，都说了不要着急，可你偏偏耐不住性子。一辆轿车缓缓驶入，一个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。少说废话，快救我！放心吧。男人挑选的扑克牌，苏正峰手持燃烧着火焰的大刀从天而降，落在男人面前。老子等你很久了。神秘男人抽出一张卡牌丢向苏正峰，半空中卡牌碎裂，一只青面獠牙的立即诡异出现。他的老子总算是出来了，这个世界准备感受痛苦了。赤红刀芒闪过，这只立即诡异被一刀斩成2半。好强！有此等实力，却一直藏在暗处。你们这一次的目标是我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得太轻松的。苏正峰再次冲向神秘男人，神秘男人接连打出3张卡牌，3只手持长枪的立即诡异出现，杀了他！3只诡异从不同方向攻向苏正峰，苏正峰躲开攻击，随后挥刀，3只诡异的脑袋同时飞起。你这样使用诡异的力量，就不怕反噬将你杀死吗？我的战友赌上性命相信我，我又岂能让他们失望？就算是死，今天也要抓住你。神秘男人看着苏正峰，抽出一张卡，打向地狱犬的方向。死狗走了！一只新的立即诡异出现在地狱犬面前，地狱犬张开大嘴，一口咬住诡异的脑袋，3两口吞噬。地狱犬身上升起白光，挣脱尸水。我要杀了他们！我说走，你听不懂。地狱犬飞向远处逃走。他走
走了，你不去追。我说过，我的目标是你。我想走，你留不住。是吗？万魂炼狱，万魂炼狱。无数暗黑色的火焰冲天而起，将两人包裹其中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骗制诡异，祸害人间，有什么目的？这个世界即将重新洗牌，真神将会降临人间。你以为你们能保护这个世界？笑话罢了。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抓住你，自然有审讯组的同事好好和你聊。苏正峰冲向男人，我承认你确实要比普通人更强，但终究只是一个个头大一些的蝼蚁罢了。也罢，就让你浅显的见识一下神的存在。男人说完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特殊的卡牌，跪地将卡牌高举过头顶。至高无上、无所不能的神，请出现吧！轰隆一声，空间被划开一道口子，一只巨大的眼睛在裂缝中缓缓睁开。苏正峰全身颤抖，低头不敢看那只眼睛。苏正峰抬起头，神秘的男人已经消失不见。苏正峰，你他娘的在干什么？战友用命给你争取的机会，你就这么错过了？我明明已经做好了死的打算，可那股畏惧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那只眼睛的主人真的是神？南城区接道，队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沈斌他们情况怎么样？副队只剩下一口气了。钟小雅从28楼跳下来，多处骨折。谢文武、谢双全战死，17组的庄必凡也昏迷了。先回分局给他们疗伤。队长，子母失煞丢了，不好向分局解释。该怎么汇报就怎么汇报，有什么责任我担着。钟小爱走到苏正峰面前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子母失煞是你们组搞出来的？原本的计划是利用子母失煞引出地狱犬和那个神秘人，可惜我把一切都搞砸了。你们要把庄必凡也带走？你清楚他现在的情况，普通医院根本没用，只能回分局才有救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苗子，你可别给我挖走了。等这小子醒过来再联系你。苏正峰上车离开，鬼样族第7分局基地，赵奎开车驶入，来到一个广场中，数名医疗人员在此等候。启动3个手术室，立马进行手术。医疗人员推着担架车，将庄必凡、沈斌、钟小雅3人飞速推向多筒通道。一个穿着文职服装的女生走到苏正峰旁边，苏队，局长叫你过去一趟。你先去手术室外面等结果，我去局长那边。是。局长办公室，苏正峰来到一扇门前，敲门。进。苏正峰进门，一个男人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。苏正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谁给你的权利，让你把封印的子母尸煞放出来的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这一次事件，阳城死了多少人？以为自己立了点功劳，就无法无天了？局也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处罚，我都认。老子现在就想枪毙你！说吧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局长，我把一切都搞砸了。你说那只眼睛让你害怕到不敢动？不是力量上的恐惧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蚂蚁见到了神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本能恐惧。沈斌他们几个呢？情况很不好，医疗组说很大可能救不回来，都怪我搞砸。你是知道沈斌的重要性的，他要是出了事，老子枪毙你！成，滚吧！苏正峰转身离开后，李令东拿起手机。事情我调查清楚了，子母尸煞确实是第9组搞出来的，但事出有因。什么原因也不能私自释放颁布天灾，必须要严惩。当然，我已经严惩他了，扣他1年工资，记个大过。这算什么处罚？我告诉你，苏正峰必须停止接受调查。我们怀疑他已经被诡异的思想腐蚀了。你说要给苏正峰停职？没错。总局会派人把他带走。行，你给他停职，那我也不干了。这烂摊子谁爱接谁接。李林东，你跟谁拍桌子呢？你说呢？你们总局的人坐在办公室喝茶吹空调，指挥这指挥那，老子带着兄弟们在一线拼命，出了点岔子就得被你们带走调查。这是我答应了，以后还怎么带兄弟们做事？你给我等着。来，我等着。你要是能把苏正峰从第7局带走，我脑袋给你当球踢！李令东挂断电话。妈的，成天坐办公室，给这货脑袋都吹傻了，动不动就停职调查，吓唬谁呢？分局手术室外，抢救室的灯熄灭，庄必凡被护士推出手术室，守在门口的苏正峰和赵奎立刻围了上来。医生他怎么样了？没大碍吧？已经醒了，身体体征都恢复了正常，不过他身体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弄不清楚。你小子没出事就好，不然我可不好跟钟小爱交代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说不了话？庄必凡被护士推走，
分居病房，钟必凡躺在单人病房里，除了床之外，只有一个电视机。奇怪，我怎么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？但是那个梦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就是想不起来？感觉好难受。第二天，钟必凡坐起身，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。新闻报道，羊城昨晚因煤气泄漏导致上千人死亡，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之中。钟必凡看着新闻画面，皱眉：上千人，这一次至少得上万人伤亡吧？也不知道钟小爱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苏正峰走进病房，钟必凡正靠坐在病床上。醒了？苏队、沈斌他们情况怎么样？钟小雅只是外伤，比你醒得早。至于沈斌，还在抢救，主刀医生已经换了3个了，情况不太乐观。那我呢？我的身体？你的情况很特殊，昏迷的时候，你身上一会儿极寒，一会儿极热，医疗组的专家也搞不清楚。他们推测你之所以能活下来，是因为你一直在用诡异的力量强化身体。所以上面的人现在很关注我。没错，你持续使用了4-5个小时的诡异力量，却没有明显的反噬。这说明你和诡异的融合度高得吓人。融合度最高是多少？测试仪器的上限是100%，但没人达到过。咱们分局最高的是一队队长80%，其次就是我70%。老实说，我看走眼了，你这小子藏得够深。问你个事，你还想回阳城，回钟小爱那个17组吗？苏队，你这是想挖人？有这个意思。不过钟小爱那丫头精得很，让我保证不跟她抢人。我还是想回阳城，跟17组的人也熟一点。开玩笑，9组对付的都是半步天灾，我去了不是送死吗？你想回去就别参加融合度测试，要是测出来你的融合度太高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走吗？我明白了，可我这么走了，苏队你不会有麻烦吗？我连子母尸煞都敢放，还怕放走你？阳城现在缺人，这事不算违反纪律，你等着，我叫人来带你走。苏正峰说完，离开病房。分局病房，穿着黑色作战服的光头大汉出现在病房门口。你叫钟必凡，跟我走。是苏队让你来的。废话那么多，1分钟时间收拾东西。分局地下停车场，姚磊带着钟必凡来到地下停车场，几辆装甲车停在那里，两人上车。队长，这人谁？17组的，叫磊哥，我叫钟必凡。钟必凡，这名字有点耳熟啊，就是那个在阳城融合了立即诡异的小子吧？听说李局很看重他，还说等他伤好了要测融合度呢。队长，我们这么把他带走，李局那边老李不高兴关我屁事，是苏正峰让我帮忙的，有事他找苏正峰掰扯去。再说了，老子违反纪律也不是1次2次了，他不爽就把我开了呗，正好回乡下娶媳妇。磊哥，你们的目的地也是阳城吗？是阳城旁边的红渠县，闹鬼患，正好顺路捎你一段。我们搞定那边的事，应该就会去支援阳城。行了，不扯了，睡个觉，待会儿就到了。装甲车停在了一栋公寓楼前，周围看不到一个行人。那2只半步天灾都跑了，都跑了，也不算坏事，有他们的气息在，短时间应该没几个诡异敢在阳城闹的。不过世事无绝对，告诉钟小爱那丫头当心点。姚磊拍了拍钟必凡的肩膀，下车吧。磊哥，不进去坐坐，等我们办完事再说。钟必凡下车后，装甲车离开钟小爱的公寓。钟必凡走到钟小爱的公寓门前，敲门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苏队让人送我回来的。苏正峰那家伙还真讲信用。对了，鬼哥醒了，你先去看看他，我换身衣服。老鬼的房间，钟必凡进来，老鬼正躺在床上。鬼哥，感觉怎么样？捡了一条命，苟延残喘，以后再也不能动用诡异的力量了。那以后怎么办？要不调回分局做点后勤工作？我不是做后勤的那块料，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战死。这时，钟小爱走了进来，还以为你会被分局扣下呢，看来也只有姚磊那家伙敢不把李局放眼里，把你送回来了。阳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很安稳，就像姚磊说的，2只半步天灾的气息，吓得那些小鬼根本不敢露头。对了，昨天晚上警方在你家里抓到一个小偷。小偷？不过那家伙说认识你，老杨怀疑他是间谍，让你回来后去确认一下。那人长什么样？不清楚，你有时间就去警局一趟看看。行，那我回房间收拾一下就过去。钟必凡的房间，钟必凡回到自己房间，看到床头柜上摆着手机和钱包。他拿起手机，屏幕上瞬间弹出几十条未读信息。樊少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还不快来接驾！我操，你们阳城这是什么动静？世界末日了，兄弟，赶紧来接我！我在鸿沟车站，他娘的，你不来接我，我可来找你了呀！我知道你家住哪，兄弟。我到了，你快开门啊！不开门，我可只能睡过道了。你倒是回条消息啊！算了，老子撬门了呀！哥，快来
救我！我被抓了，他们非说我是间谍。这货还真来了。庄必凡一直觉得自己漫画中的角色出现在现实已经是很离谱的事情，但在跟诡异组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，发现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离谱。诡异苏醒，还有那制造诡异的神秘人，甚至是神，这个世界还是真实的世界吗？